李医生，你吃好了吗？吃好我买单了。框架和常规的流程我都已经清楚了，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邮件联系。我先走了。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他喜欢你，但同时也是在拒绝你。既然他已经拒绝你，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别人呢？李婉彤，我最后通牒，饭已经跟你吃过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事项，烦请通过邮件沟通。我个人不会接受你的追求。顾医生，追求你是我的权利，你拒绝你的，我追求我的。老白，买单。我还会再来找你的。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梦醒了，故事也该结束了。苏远，离开你，真的是对你更好的选择吗？苏安，终于如你所愿，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到医院来一趟，记得带好吃的。陆博士，又乱吃东西，吃什么呢？不是都说了不能吃辣的东西了吗？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呢？米糊糊啊！你现在只能吃这个。听着就没食欲，不诚心。这份文件就不给你了吧？你同意了？转让费1块钱。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合同里边规定的很明白，除非你们能把脑干纤维不完整的问题解决，否则不允许把这份专利运用到临床当中。要解决这个缺陷，你们后续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可不少啊。我反正是看不见了，你们呢，自己看着办。您放心，协会一定会尽全力，我们一定会努力，不让您一生研究白费的。说到做到。一定的。来，丫头，咱们俩合个影。你这个小丫头啊，
还是挺招人喜欢的。来，3、2、1，哎，看看啊，干嘛呀？哭丧个脸呐！我这辈子过得挺好的，最大的遗憾就是项目没有研究完。但我这次回国，我给他找了一个好的归宿。你又带了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拍了这么多照片，我最后的记忆都是美好的。最后的日子，我没有牵挂。丫头，谢谢你。谢谢你，陆博士。别哭了，来，再拍一张。谢谢。嗨，怎么又是你啊？我来深港开会，你也跟着？我也是来学习的，正好寻找一下跨学科合作的机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家酒店？我不知道啊，院办统一定的。我只是提醒他们，几个房间一起订可以谈折扣价。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非常有缘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事业发展方向。所以顾医生，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吗？去掉那个闷字，我和你从来没有闷。这个呢是我的生理周期表。如果你没有办法短期内爱上我，和我结婚，然后顺理成章的生个孩子，没关系，我们可以忽略掉这些世俗的环节，直接制造一个优秀基因的孩子。制造一个孩子？也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但是顾医生，你和我都是医生，我们心里都很明白，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优秀的基因才能延续下去。爱情嘛，不过就是人类为了繁衍后代而发明的遮羞布而已。所以你认为人类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交配、繁衍都是本能，对吗？当然不是了，动物的本能是随机性的，而你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目标对象。没有情感和爱的人类延续，有什么意义？怎么没有爱了？我有爱啊！你看，有的人爱钱，有的人爱色，而我就非常爱你的基因。所以，我们俩这么优秀的基因就应该结合，不然就是对人类进化的犯罪。李婉彤，你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下去了。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和你之间没有可能。我吃好了，再见。3号桌买单。艾略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来参会的。苏维安在哪儿？他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activation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signaling pathway drives a subset of 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 to exit the stem cell state, promotes cell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several sets of comparative 这么 images. 完美的基因，真是浪费。你认识他吗？你是哪位？代理6的上行医院神经外科阿里有德。
In the heat map of gene expression, 华人医院精 cells 神心理 treated 科 with bone 李婉彤。 morphogenetic protein 4 at a specified time point show contrasting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compared to the other heat map. If you look here,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艾略特，好久不见，顾医生。演讲很精彩，看了以后我要经常跟你进行学术探讨。欢迎艾略特医生随时来咱们景海，来华人医院参观交流。顾医生，拉凯亚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你有没有很怀念我们在拉凯亚的日子？是很难忘。我差一点给将军陪了葬，你还差一点把苏维安拐去法国。那是个美丽的误会。他只是想去巴黎了解一项新的医学研究。什么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原来他告诉你了。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苏维埃一听到我说骂他不说，重启舞蹈真客气，二话不说就要去巴黎。可博士的实验失败了，是我骗了他。他很绝望，他说如果没有治愈方法，在哪里都一样。姑，幸好他有你。艾略特呢？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突然不想去了。我也想活。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姑姑发病，那是为谁研究新的治愈方法？苏维安，是你自己。不好意思，我先打个电话。请帮我订最快一班去景海的机票，谢谢。姑姑，姑姑，大元。医生，患者2周前因为动脉瘤破裂在华人做过手术，5天前刚刚出院，现在是重度昏迷，格拉斯哥评分为4，可能有心发出血。靳翔，4横指，马上做头部 CT。 准备给手术室立即联系贺晓光医生。知道了。你说联系谁？今天值班的2线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贺晓光医生，这台手术他来主导。顾院长。 好了，韩森，苏维安，你为什么不留他在国内的联系方式啊？顾院长，我是苏维安，我姑姑现在在华人医院手术室里面，她2次动脉瘤破裂了。但是今天晚上手术医生是贺晓光，我怕我姑姑会出不来。别慌，我在，没关系的，我马上到。
美安，我来了。妈啊，HD 克39药不能给姑姑用了。为什么？姑姑2次动脉瘤破裂，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药引起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医生提醒过我，但我当时觉得如果只是猜测的话，就不能随意停药。如果不是我当初告诉姑姑这个药物试验，如果不是我非建议姑姑去试药，姑姑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2次动脉瘤破裂，更不会现在在里面生死未卜。都是我害了姑姑。傻丫头，他试药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决定的，对不对？是我心存幻想，我以为能帮得了姑姑，结果却把姑姑害了。哎呀，不是的，你这都是为他好呀，你怎么知道会出现这些事儿呢？对不对？啊，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好了好了，不想了，好不好？啊，好不好？就是要注意他的饮食起居，然后这名患者他比较喜欢吃辣的，要让他忌口。其他没什么了，去吧。这2天累坏了吧？不累。看你这样，肯定没少担惊受怕，跑东跑西。我还好了，只是姑姑比较受苦。她现在状态怎么样？好很多了，现在转了病房，继续留院观察。那就好。你为什么还留着拉卡亚的电话？我怕拉卡亚的医生需要远程援助呀。傻瓜，骗你的。我怕你找不到我。其实这2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道歉。对不起，我觉得你对HD 克39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如果我当时能把你的话听进去，哪怕只是怀疑，让姑姑暂时把药停了，说不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对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查清楚 HD 克39到底是不是动脉瘤的诱因？苏媛，你为什么不自己查？
你也是学医的，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只是一个本科生，我做不了。你试都没试过，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陆教授也说过了，你具有极佳的医学才华和天赋，你为什么要浪费呢？我真的做不到。你比我更有可能接近真相。你是顾云峥，但我不是你。苏菲安，你自己的心结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我没有时间了，我还要照顾我妈，照顾我姑姑，我还要赚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对，苏维安，你是在害怕。当初在拉凯亚的时候，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一次奋不顾身，要跟着艾略特去法国参加医学实验研究吗？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当时敢，你现在就不敢了呢？因为我已经一意孤行害了姑姑。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尝试，这是每一个医学生的本能。苏菲安，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参加药物实验，不仅仅只是为了姑姑的病，因为我也携带着舞蹈车的记忆，所以我格外希望 HDQ39可以上市。这样的我根本不值得相信，也根本不配参加医学研究。苏维安，你说的对，你特别自私，特别卑鄙。你明知道参加药物试验研究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动脉瘤破裂，但是你还是把姑姑当作小白鼠，逼着她去参加，是这样的吗？你既然不是，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如果我没有做错，那是谁的错？每一次当我燃起希望，但最终获得的都是绝望。为什么厄运要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么小概率的罕见病，为什么像雷劈一样，这么精准地劈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像我们这样被诅咒的人？喂，伟安。师兄，我还是决定不去结会了。为什么？因为薪酬吗？我姑姑这次动脉瘤并发，我认为顾云峥的猜测可能是对的，很有可能跟 HDQ39有很大的关系。我作为患者家属，不应该跟结会有更多利益关系了，这不符合规定。另外，我想请你帮忙确认药物试验团队是否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药物试验主管部门和伦理委员会，他们决定药物试验需不需要暂停，还有试验团队能不能进行一些研究，明确 HDQ39与动脉瘤形成是否有关。我明白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尽管开口。谢谢你啊，师兄。
顾医生，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们2个科室的合作还要继续进行。我能看出你的爱给苏维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友情提示：对伴侣百般讨好，付出一切，反而不容易被珍惜。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心理学上这叫凡伯伦效应。祝你好运。维安，你拒绝靠近我，那我就绕着你飞行。江蜜，关于苏维安的事情，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爱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从我爱上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以，只要苏维安他不是不爱，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对他好，你就照我说的做。雨滴落成蓝色海迹，又是第几次潮汐？爱如飞蛾，孤注一掷，在光里找自己，在漫漫长夜将炙热火焰无人为星辰。太纯真，只接近1寸，燃烧成蒸。哎，王老师，你好，我是苏维安。那个，您把法语口语课的排班表发给我吧，多排课也没关系的。价格是咱们之前说好的400节课，对吧？好嘞，好嘞，谢谢您。哎。算了，我给你介绍那个法语翻译面试，你为什么不去啊？1个月10万，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账。招聘方，男的女的？男的呀。男的怎么了？你性别歧视啊？只给你的翻译。天上掉的饼肯定没有好饼。去哪儿啊？厕所。喂，顾医生，维安，他死活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这招好像不行。啊？这样真的好吗？好。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工作呢，是有条件的。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这反应，我还能把你给卖了？人家这是正经翻译工作，要烧柳叶刀的。柳叶刀啊？不对啊，都能上这么权威的杂志了，怎么还会另外找翻译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这个工作内容都是要严格保密的。而且他们得先面试，然后才能用人，所以价格这么高。我觉得挣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能给这种级别的文章做翻译。面试什么时候啊？人家说了，一定要先签这个保密协议，才能安排面试。行。
这个活我接了。行，在哪儿接啊？喂，怎么了？别在门口傻站着，赶紧进去，面试都要开始了。江木野，你监视我啊？知你者莫若我。苏然，你就是退了个学，又不是退出人生，给我光明正大的走进去。等你好消息哦。行了。神经胶质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是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以及脑组之间无明显的边界，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切除。江木野，你给我等着！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老师，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苏维安同学，我认识你，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讲义没带，可以借同学的看。问题回答不上来，可以直接说不会。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但是欺骗老师，就是态度不端正。好的，老师，那麻烦您再重复下问题。IDH 的突变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以互斥方式发生。脑胶质瘤中 IDH 突变会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IDH 的突变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胶质瘤的中位生存期，且可能预测低级别和继发高级别的化疗敏感性，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很好，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但是鉴于你迟到，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苏同学，下不为例，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引以为戒。下课。扣哪门子的平时成绩？顾云峥真是个戏精。苏维安，苏维安。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做医学相关的任何工作。这份保密协议是你签的吧？那又怎么了？作为一个医大教授，找枪手翻译，你不怕我说出去啊？所以才要签保密协议啊！违约是要支付违约金的。不是还要面试吗？面试不通过的话，算甲方主动解除合约吧。恭喜你，苏同学，你的面试顺利通过了。这份协议上的条款你都仔细看过了吧？乙方在收到定金且通过面试之后，如果违约或者是不履行工作职责，是要支付甲方10倍定金的违约金的。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定金，这个违约条款不成立。明天早上8点到3楼实验室来报到，迟到1分钟罚款50，没有上线封顶，每天上班必须打卡，任何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相关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必须保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合作愉快，苏同学。
有这样强买的。江木影，我限你半小时之内出现在我家，否则你睡觉打呼的视频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伟安，不用半小时，半分钟我就到了。恭喜苏翻译旗开得胜，凯旋而归。怎么啦？挣钱还不开心啊？明知故问，你生气了？江木影，顾云珍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我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胳膊肘往外拐。你让我签的那份黑心合同，把我给害惨了。好了，伟安，你别闹了，你签都签了，而且，虽然说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可是15斗米，多少钱呀？要我有你这本事，哼，我就自己上赶着签这份黑心合同了。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我不想再靠近顾云珍了。难道你还对他恋恋不舍？哎呀，我看他不顺眼，觉得他目中无人，很讨人厌。对啊，你讨厌他就对了。我还担心你喜欢他呢，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啊，我听说李婉彤人家已经捅破窗户纸，拿下顾医生，成为他的正牌女友了。你放心，顾医生已经放下你了，他现在不想当你老公，只想当你老板。你就把他想象成行走的钱袋子，把他掏空就完事儿了。苏维安，你再这样磨磨唧唧的，我就怀疑你心里还有顾医生啊！没有的事儿。算了，不就一份工作吗？还有苏维安做不了的医学翻译，这就对了。来，这碗老母鸡汤我可是熬了整整1天，累死我了。把它干了，从此了却红尘，专心搞钱。拿你没办法。快尝尝，你熬的？嗯。我干嘛？你摘内脏了吗？你尝尝看。华人医院苏维安、苏医生、苏研究员，好像有人这样叫我呀。苏维安，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而已，你在自嗨什么？医生说了，你这辈子和医学无缘。原来一个临时工作，至于吗？苏维安，你不舒服吗？没有啊，谢谢关心。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你该不会是找什么借口在这儿偷懒吧？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来得及，我就当我被炒鱿鱼了。实验室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谁想来了？一直是你强买的好吗？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些课题资料都看了，对你的翻译有帮助，你好参考参考。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提醒你，违约金你赔不起。翻译如果有1处错误，罚款100；超过5处，罚款翻倍。明白了吗？你又不会法语，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算我不会法语，你也不要想着在这糊弄我。这些可都是第一手的法国实验室资料，如果你弄错了，那就是对医疗工作者不负责。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好的呢，但是说好的翻译费1分钱都不能少哟。我提醒你啊，每天上下班必须在你的工作日程上打卡签到，迟到早退罚款100，缺勤1天罚款500，实验操作区不准饮食，如果发现1次罚款100。实验器材标本不准乱碰，如果损坏照价赔偿。其他的违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再另行罚款。苏伟安同学，你现在的这个职位可是有很多人惦记着，不要给我丢脸哦。扣钱，整天就知道扣钱，把屁。顾元真让我翻译的这些资料都是和基因编辑技术有关的。这个技术已经有效地应用到了很多重症治疗里。顾元真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基因编辑技术？我管他关心什么，赚钱走人完事。哎，顾医生，今天碰见啥好事啊？咋那么开心？说来听听。啊，就是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花钱了，高兴。花钱了？花啥钱？哎，对了，你们昨天说医院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药膳馆，有一道养胃的汤很好，叫什么名字来着？哎，顾医生，买了什么好吃的？好香呀！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鸡汤回来。苏维安，你吃不吃啊？你不吃，扔了可惜了。当我是要饭的吗？这家店很贵的，300多人均，这刚打包回来，干净的很。你要是真不吃，那我就扔了。哎，这么贵的鸡，浪费了多可惜啊！你呀，要是真的不饿的话，也不用非吃，不用非得给我面子。我是给鸡面子，别自作多情。那吃吧。节约粮食，从我做起。Your secret，好在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
charge。顾医生，今天晚上我们还加餐吗？哦，这个不太好分。夏老板，你每天那么处心积虑的给苏维安送饭，累不累啊？谁说我在给他送饭？是，都是女朋友吃剩的。我们大家伙也不介意继续当你的女朋友。哎，你是不是没事？怎么样？这鸡汤不错吧？你确定这是剩下的？啊？我女朋友要控制身材，只喝汤不吃肉。我呢，就是挖空心思了想要对她好，可惜她就是要减肥。哎呀，这些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如果扔掉了，可就浪费了。真身材好还减什么肥？吃的这么香，那你把另外一个留给我。你不是跟女朋友说过了吗？她要控制身材，她在减肥，她就没怎么吃。我作为男朋友，我也不能。苏维安，婉儿，你被我吃了。吃。看我干嘛？你很闲吗？维安，师兄，你怎么来了？正好在医院附近看你朋友圈，认出来好像是华人的实验室，想来看你在不在。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好眼力啊，师兄！你怎么会在这儿？被顾云峥拉来当苦力了。拒绝结婚，替顾云峥工作，你们该不会是在一起了吧？怎么可能？他有女朋友，我就是来工作的，我们之间的就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关系。好怀念当年一起做实验的日子。还说呢，以前你老是让我帮你麻醉兔子，你都不知道那些兔子有多凶。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摁着一只兔子，两眼放光，你还说那兔子的耳缘静脉好清晰，看起来好炸。你就承认吧，你就是怕带毛的动物。你就带毛，我就不怕。我去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我开车送你。行。苏源，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下班时间别想让我加班。哎，着什么急呀？话都还没说完。
这个 HDQ39不良事件报告表，我都填写好了，我会连同这个和你姑姑的病历一同交给温教授。HDQ39，给我看看。哎，这是我的实验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幼稚。那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交给温教授。师兄，走吧。维安，顾云峥是不是确定动脉瘤破裂和吃药有关？还不算确定呢，他只是按照正常流程，把姑姑的情况上报给课题负责人了。至于接下来要确认动脉瘤跟 HDQ39有没有关系，这就是温教授的事情了。没想到研究了那么长时间，还是不尽如人意。其实我找温教授确认分组情况，是因为我希望姑姑的动脉瘤只是特例。如果他能确定姑姑服用的是安慰剂，那就太好了，这就说明 HDQ39没有问题。如果 HDQ39真的有问题，我宁愿亲手结束它。师兄，先不着急讲这么丧气的话，这个药可是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不到最后一个都不应该轻言放弃的。而且，我真的很希望 HDQ39能成功上市。那你就赶紧把资料交给温教授，等他上报给伦理委员会，让伦理委员会来审查这药的安全性，是最公平的。嗯，但是明天是周末，医院只有工作日才上班。下周不知道顾云峥会不会给我准假，到时候肯定有一堆货等着我。好办，明天早上来次结会。好，东城加急，今天必须送到温教授手里。好的。我安，你放心，结辉送出去的文件，温教授一定会看的。谢谢你师兄，又帮忙了。别客气。走吧，请你吃饭，但是先说好了，今天不能点蘑菇牛肉。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苏菲·卡维尔自己也是身障者的著名女摄影师，一直用镜头关注全世界各地的罕见病群体。我在《摄影世界》这个杂志上看到他在布拉格办展的新闻，就邀请他来中国也办一场。希望这些照片可以鼓励舞蹈症患者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我们这次办影展的目的呢，是呼吁社会关注罕见病群体。展出期间捐款所得都将用于资助这些罕见病群体的家庭。他还这么小，可能是投入这个项目时间久了，有时候看到患者绝望的样子，心里会很难受。每天都会想，我们能不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尽早让患者吃上特效药，就能尽早再救一个患者。这意味着能多拯救一个家庭。
着吧。维安，他怎么会用结辉的快递袋？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苏维安，你抢了我的男朋友，现在还要来破坏我爸的试验，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杜总，温小姐来公司了。温小姐，您好。那个杜总上午拜访客户去了，不知道还来不来公司？没关系啊，我在这儿等他。行。哦，对了，这附近有个展是咱们结辉赞助的，您要是觉得无聊啊，可以过去逛逛。那我先忙了。喂，喂，你好，顾云峥的快递。顾云峥的快递？对，快递在华人医院门口。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拿。找死！人呢？叫我拿快递，自己都不在。顾医生，你的快递我帮你拿过来了，下不为例。我是你的翻译，不是你的助理。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女朋友。试吃？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加钱。有钱不赚是傻子。挺好吃。这么巧啊，刚下班。你怎么在这儿？你要是这个时候打车，指定打不上。我送你回去。你别多想啊，我只是不希望我自己的翻译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什么意外。上来吧。
哎，怎么又下去了呢？苏维安，下车。啊？下车。不是。上车啊！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可不想死于疲劳驾驶。不过先说好了，这可得另外加钱。啊！回我家的路我还是认得的，你就安心睡吧，等我到了以后换你开。苏维安，我该不会一觉睡醒就被你扔到荒郊野外了吧？怎么，你也知道自己平时恶事做太多，怕遭报应啊？放心吧，我车技好得很。那我们一会儿。嗯。下雨了？你车太脏了，我到了。那个，那个实验数据今天已经翻译2/3。苏打饼干好吃吗？什么？就是那个苏打饼干，我准备送给我的女朋友。难吃，很难吃，而且，谁送女朋友礼物送苏打饼干？我走了。吃醋，吃醋是个好现象，看来可以变本加厉了。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这么晚回来，哎，吃饭了没有啊？没有，有饭吗？我以为你不回来吃，我就自己随便对付了一口，我也没做饭。来，嘿嘿，吃这个，不长胖的苏打饼干。嘿嘿，今天超市买1赠1，怎么样？合算吧？啊，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我最讨厌吃苏打饼干了。
你不知道吗？哎，不是你跟饼干生什么气啊？就是，苏维安，你拿饼干撒什么气啊？你到底在气什么？现在这样不好吗？单纯的雇佣关系。维安，你怎么在顾云峥的百般摧残下，赶紧圆润啦？什么圆润？我这叫过劳肥，好吧？这顾云峥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天天拿他跟他女朋友的剩饭剩菜给我吃。啊？那你可以不吃啊，不吃剩饭不算违约吧？主要是那菜吧，它看起来还真不像是剩饭。算了，白吃不吃就当工作餐了。李医生哎，那他旁边该不会是？哎，艾略特。艾略特来中国了，他怎么会和李婉彤在一起啊？看来顾医生和李医生的感情不太顺利。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我要不要提醒他？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了。今天都是顾医生的手术啊？对呀，听说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他这2天总是阴沉着脸，好像有人得罪他。你吓我一跳！你找我还是小老板，怎么一声不吭的？王明凡，冲你这股认真劲儿，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主刀。真的？我来找顾医生。他在手术室，你今天恐怕找不到他了。他最近怎么那么多台手术啊？他不是一直这样吗？他说他这周很忙，叫我自己安排这台手术的排期，但是都周2了，我还没想好手术的入路。你看看，站位并不大。经过我们的评估，选你自己最有把握的入路。方医生，鉴于你现在的心理情况，第一次主刀失败，2年后你才鼓起勇气，这一次最好不要有任何意外，才能对你自己树立起信心，对当年的事情逐渐脱敏。这不仅是对你自己，也是对患者负责。虽然对患者伤害小的入路难度虽高，但是方医生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早就烂熟于心了。上了手术台，医生不应该是忘我的纯粹吗？拿起手术刀是为了对患者实行最好的救治。要是把个人荣辱和成败凌驾于患者之上，永远也别想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不如趁早转其他行业。给患者最好的救治，和小老板说的一样。我明白了，谢谢你啊，苏伟安。苏维安，你好像对我有意见。没有，我是心理医生，这点直觉我还是有的。你想多了。那个李医生，顾医生，他是个好人。
就算你要给顾云峥发好人卡，也不该发给我吧？我当然知道他是好人啊，不然我之前也不可能那么努力追求他。既然已经追到了，那还是希望李医生能好好珍惜吧。成年人还是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不要随意伤害别人感情。不是我追到顾云峥了，这种好事我怎么不知道？苏维安，又怎么了？我告诉你，苏维安，我父亲花了10几年研究的药物不可能有问题。你姑姑的动脉瘤纯属于倒霉，跟 HDQ39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偷看我姑姑的不良事件报告表，你寄到我家不就是特地让我看的吗？还特地用了劫回的快递袋，怎么，是要向我宣誓杜云成是你的了吗？不是研发团队的成员，没有权利查看报告表，你不知道吗？我不仅看了，我还撕了。你能拿我怎么办？温然，你也是个医学生，你难道不知道在药物试验期间，如果产生任何不良事件，都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给药物研发团队吗？这是正规的流程。别跟我提什么正规流程，我告诉你，苏维亚，你也携带舞蹈症基因 ，HDQ39是最有希望上市的特效药。如果你敢毁了它，你就是自断后路。对不起，维安，是我太着急了，没想到寄到温教授家，被温然给打开了。我在想，温教授有没有可能根本都不知情？有可能。那我再寄一份去张河医院。不用了，我亲自去一趟，我亲自交到温教授手里，这样比较放心。也好。杨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一下温教授，请问他办公室在哪？哦，温教授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是这样的 ，HDQ39 3期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被试叫苏源，你还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怎么了？他在试药以后出现过2次动脉瘤破裂，我不确定是不是 HDQ39 导致的。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里面还有病历。如果方便的话，您帮我转交给温教授。好的，我会第一时间转交给温教授的。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当面跟他反映情况。温教授很忙，你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网页上的公共邮箱，我每天都会查看的。行，谢谢啊。哎，苏维安，你怎么才来啊？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我早上去办了点私事儿。上班时间办私事，你这算是无故旷工啊？
这都几点了？我给温教授的资料被微软拦下了，我早上去了趟张河医院，重新递了一次资料。要是想扣工资就扣吧，毕竟是你的实验室。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又不是每次都要扣你工资。那个什么，张河医院啊，他们办事效率就是低。我上周末给他们公共邮箱发的邮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那就奇怪了。杨主任明明说每天都会看邮箱的。杨主任又是谁？苏维安，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对了，你的翻译资料还有多少？能不能一次性给清楚？我还要照顾我姑姑，很忙的，没有时间继续在你这当苦力。还有很多，等我整理完了，我再告诉你。云城，你是来接我的吗？上车。晚上起风了，好冷啊！你拿了苏维安的报告是吗？你找我又是为了苏维安？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他知道我家的不良事件报告表被我撕了，怎么？他还专门跑到你们协会去记的吗？还是你邀请他去看那个什么展？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点。就算他要毁了你的项目，你也要这么努力维护他，是吗？那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无关。还有，以后你不要再来协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不要在我的员工面前装作你是老板娘的样子，被我遇到，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云城，云城。哟，回来了。嗯。怎么了？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女儿了？啊？怎么了，小冉？啊？爸。嗯。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呀，出什么事儿了？告诉我。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GQ39临床试验。哎呀，这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哎呦，是呀，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GQ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哎，小冉，他是怎么说的？如果真的有不良事件的话，我要跟他当面谈谈。没必要，爸爸。哎呦，他就是心里阴暗，他见不得我好。你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暗恋云城，他现在知道我跟云城谈恋爱，他就心怀嫉妒。最近他还死缠着云城，云城不理他，他又死缠烂打，非要破坏我们。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呢？对呀。
爸爸，要是他来骚扰你，你可千万不能理他。知道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啊。回去洗个澡，睡吧。啊。宋庆安。喂，艾丽塔。顾，你要我找的文献和资料，我已经让我的助理发到你邮箱。太好了，艾丽塔，谢谢你啊！你这一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你让我找的都是当下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这对你研究叫治疗有帮助？我自有用处。这样吧，在你回国之前，我请你吃饭。拜拜。需要翻译的文件呢，就剩下这么多。翻译完了，你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哪儿找了这么多法语文献啊？慢慢翻，我不着急。翻译仔细一点，如果出现错误，那还得返工，多浪费时间。放心，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绝不返工。